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那在1989年，香港的歌手张国荣退出歌坛之后，在温哥华隐居了一段时间。他经常会来到温哥华的 Stanley Park 的这个地点，看看那边的 English Bay。身后呢，有他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叫做 Tea House。喜爱张国荣的歌迷呢，在10几年前捐赠了这张长椅，并且在长椅上面写上“我们热爱的 Leslie Cheung， 伟大的艺术家，一个勇敢的人，你的音乐和电影偷走了世界上喜爱你的人的心，喜爱你的粉丝敬上。”这张椅子在这矗立了有10几年了。我的朋友我知道每年4月1号都会过来定期的给这张椅子重新刷一些油漆。那我来加拿大6年了，每年4月1号我都会在这张长椅上放上一束花。再过几天到4月1号的时候，这个长椅上面会摆满了温哥华本地的歌迷摆上的鲜花，贺卡上面会写上对他的思念之情。我非常想去找一个特别的机会去怀念一下张国荣，非常的幸运，在第17年风再起时的这个时间去怀念和回忆张国荣的是张国荣生前的好友。如果大家知道张国荣那首歌叫《风再起时》的话，你应该也知道他的词作者陈少琪。陈少琪先生呢，今天可以做客视频，跟我们在 Stanley Park 去怀念和回忆一下他的好友张国荣 Leslie。幸会，非常的开心来到 Stanley Park 去看看Leslie 以前坐过的一个座位。对，我听说过这个椅子，但是一直没有来看过。那我们今天去看看咯，打个招呼去。OK。那个时候我们买张国荣的专辑都是买磁带。买磁带，哇，你暴露了你的年龄还有磁带。就是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挺感触的。其实，03年4月1号。过2天4月1号嘛，歌迷会在这个椅子上摆满了他们送过来的花，每年都会。那香港的歌迷也有，浙江的歌迷也有，很多歌迷啊。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岁数也参差不齐。对，我发现有时候20多岁的也有他的歌迷，有也会来这边。我觉得这个也是 Leslie 的魅力所在，就是他即便已经离开了10几年，他的作品啊，影视作品音乐作品，还是能吸引到新一代的一些歌迷。我特别想感慨今天这个天气，因为今天大家可能看得出来风比较大。对，我说其实是故意的，天气很好。然后风再起时的感觉，今天真的是风再起了。我10几岁的时候刚刚听到《风再起时》这首歌，对，你写的词嘛，对不对？对，你创作的音乐。对，当时什么契机才有这个音乐的出现？其实我在香港做过很多采访，后面有一个故事。当时 Leslie 已经宣布了要退出了嘛，那开发布会已经公布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跟算是我其中一个恩师吧，香港的李小田先生，他也是刚刚在几个月前12月份也离开了我们。那天晚上我记得我们3个人在香港的一个餐厅里面吃饭， Leslie 就突然间就说起，就是说他想为了那个隐退写一首歌。然后我当时就在餐桌上面，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说Leslie， 我说你走红的时候有一首歌叫《风继续吹》嘛，风给着吹。对，然后我觉得要么写一首歌叫《风再起时》，就让是风再起的时候，让所有的你的歌迷都想起你。我一点都不夸张啊，没有10秒钟，可能8秒钟，他就说风再起，就拉着这个旋律出来。然后当时李小田先生就要那个服务员就立马就拿一个纸跟笔过来，就在一边拉，他一边就写那个简谱。写完之后10分钟之内那个旋律就写完了，然后李小田呢就再抄写一份给我，一份他自己留着回去编曲。然后就说少奇，你回去写那个词。所以呢，这首歌呢也是少数我没有拿到小样，只拿到当时在餐厅的一个简谱，就完成那个歌词的一首歌。所以他当时就已经哼唱了风再起，就是10秒钟都没有，旋律要出来。对，我就给他这4个字，他就唱了这4个字，然后旋律就是啦，那个简谱就记录下来。我很喜欢这个您作词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我回头再望，某年4旧日照片，其实好像真的是89年那个阶段 ，Leslie 要对之前的一段辉煌的一个回顾，是不是这样？对，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跟 Leslie 走得比较近，经常到他家里吃饭啊、玩啊，所以那时候比较熟。
然后另外有一个故事，就是他公布要隐退之前，很多歌迷都知道他很想当导演，所以有一次他去马来西亚去做巡演的时候，他就带上我，他说：“哎，下次我们过来，你跟我去那边，我们在沙滩啊，不用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聊一下那个剧本。”我跟他去了那个马来西亚，住了一个游艇出海晒太阳啊，就聊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那个故事那个梗概已经把那个梗概都给过他了，他当时很兴奋，就给了很多意见。出海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些心不在焉吧，就没有很投入去继续讨论这个故事。隔了1个多月之后，他就公布他要隐退那个消息，所以当时我觉得他内心是有一些纠结的，应该是。有一些就是不太集中在跟我聊这个故事了，他可能突然间有这么个想法。这后来我回想的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这首歌创作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呀？90年出来，对啊，那就是90年，30年喽。30年，这首歌有30年了。对。现在觉得时间快吗？30年啊，我在音乐的行业里边就已经35年了，快，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年轻啊，我还是想继续创作，所以我的微博、微信名就是资深的年轻人。过得很快，音乐的作品我大概都有两三千首了，已经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幸运，就是音乐没有放弃我。我从梅艳芳、张国荣、谭咏麟、达明一派，一直写到现在新一代的张靓颖、郑云龙、毛不易，我都有合作。还有最新的迪士尼的电影，对，迪士尼也是我合作很多年的《花木兰》的，马上要上的《花木兰》，刘亦菲唱的歌，对，也是我监制，对。所以我觉得我人生真的没有什么遗憾。以前也有一个恩师照顾我，就是说你在创作这个领域里面没有所谓大牌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你每一首歌你应该都把自己当做一个新人一样看待，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一个案子。我有几个个人好奇的问题问一下，你有没有跟 Leslie 一起进到过录音棚录歌过？有很多。有没有 Leslie 录歌的不为人知的小的习惯啊、癖好啊？没有，我觉得他是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一个人，相信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同意，对。他人非常非常好，有时候会比较像小朋友一样，小孩子非常可爱。然后他非常非常需要人家给他一些鼓励、支持。其实不单只是录音了，就是演唱会也好，他从台上一走下来，都会问好不好，刚才怎么样，怎么，没事。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电视的他拍的那个特辑，叫日落巴黎，播出了之后，第二天吃饭他们说你有没有看？要去有没有看？就问身边所有人好不好？你有进来好不好？他就很兴奋，就很需要人家的认同，这方面非常可爱。正如我刚刚所说嘛，他比较感性，他会有时候他不一定会跟着那个谱子来走。有时候那个节奏啊，或者说他会比较随意，比较跟自己的感觉。其实他是一个艺术家嘛。Leslie 这么多专辑里边，有没有 Kiss 你比较喜欢的哪张或者哪几张专辑？很多的。其实他那个 Monica 那张专辑，我觉得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超前的。同意。对吧？同意。就是没有说他后面的不好，但是呢，以当时是 MV 刚刚是流行拍 MV 嘛，对，出来他很帅的，拍到跳舞，对，当时非常超前。我觉得这张专辑是一个经典。同意，对吧？同意。谢谢。我个人会从头到尾都很喜欢他后期的从《宠爱》就他复出之后，《宠爱》的电影的专辑，到他后来的《陪你倒数》也好，《路过蜻蜓》也好，我觉得是不一样版本的 Leslie。他复出这几张专辑呢，因为也人比较成熟嘛，年龄不一样了嘛，所以我觉得他那几张专辑的艺术感是比较丰富。对吧？比较艺术的包括那个歌词啊，包括那个造型啊，包括他后来的演唱会里面所有的整个舞美啊，整个设计都是比较艺术的。是。既然聊到演唱会了我对 Leslie 这次采访 Kiss 的文案呢，我其实写了3个部分，除了音乐之外呢，大家一定知道还有电影。可是，在电影之前呢，我又非常想跟您聊一下他的演唱会。我记得就是他哪一个演唱会，就是他刚拍完在阿根廷拍完那个春光乍泄跟梁朝伟。对，但是很赶，所以当时因为那边拍摄延误了嘛，所以
真的很赶，但是出来的效果呢，大家都有目共睹，整个在舞台上呈现的东西都非常完美。OK，对，也是很超前的。Leslie 有一句话，我自己印象是特别深，关于演唱会的，因为他有好多红色高跟鞋啊，一些造型之后，对，我知道在香港本地的这个娱乐媒体啊，有正面跟负面的看法。然后 Leslie 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有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行的话，你来啊。”他就是这种性格，就很直，很直接。然后现在历史证明到现在。包括没人可以替代他的位，然后他也没有人敢做出这样的一个尝试，对吧？即便敢的话，也未必有这个效果。没错。那你个人有去看过哪场演唱会吗 ？Leslie 的？有基本上所有我都看过，应该我印象中可能只有一场没有去看。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遗憾。我2000年的时候，他在上海开演唱会，我说我应该从北京飞到上海看，但当时我说过几年应该马上就来北京开了吧，后来就再也没机会看了，就错过了，再也没机会看了。对。同时我知道他的演唱会更厉害的是，也去到韩国，去到日本，在东南亚地区也非常的受欢迎，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地方。对，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是因为他很专业，对自己的要求比任何人都高，小的事情呢他会非常不开心。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在后台里面，他当时是10几场的演唱会，可能做到一半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因为前面很顺利的嘛，可能那些人就会有一些松散，会很生气，会发脾气。他发脾气就是他不是要发谁的脾气，因为他觉得他要把最好的自己呈现给观众。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会非常生气。非常可惜哈，我没有机会再看到他的演唱会。剩下要聊的是他的电影。在我的观点里边，唱得好的人很多，演得好的人也不少，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我们华语圈的艺人，唱和演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很多人都说艺术是相通的嘛，因为既然他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就证明他的领悟能力是非常高的嘛。你给他一首歌，那个旋律、那个歌词，你给他一个剧本，他都会以自己的领悟力来演绎。唱得好都已经不错了，对吗？还要演，还要长得又那么帅，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那个华人地区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巨星吧。我回忆我03年的时候，非典呢也正好跟 Leslie 去世那一年是同一个年头。我那个是突然看到那个消息，然后完全不敢相信，因为愚人节嘛，对，那我觉得是假消息。对，因为 Leslie 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乐观，非常的阳光，完全不能想象结束自己生命会是 Leslie 会做的事儿，完全不能相信。所以那天你还记得当时的过程吗？我那天在做运动，在打球，收到那个手机的还是短信，那个时候短信我还就跟所有人一样，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假的消息，是一个愚人节的一个玩笑而已。然后过了5分钟10分钟，不停有朋友打过来给我，然后我说这个开玩笑，这个谁相信了干嘛的？然后30分钟之后，那我开车嘛，我开车那个电台的新闻就证实了这个消息。我当时我就真的是停在路边，我就不敢再就开不下去了，就想我这怎么会？虽然前边有一段时间很多媒体都有偷拍他。就是说他有看病啊，可能有情绪有一点问题，但是我是完全不能相信的。其实，我那天干了个事儿，第2天我干了个事儿，我就自己叫一帮朋友去钱柜了，然后我们唱了4个小时的歌，点的所有的歌全都是 Leslie 的歌。我来温哥华大概6年了，我每年4月1号都会跟朋友来到这个场景上。每一年啊？每一年。哇！6年以来每一年，他们很多朋友也是。每一年他们都会来，4月1号这个场景上是摆满了歌迷的话。我知道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嘛，比如说文化酒店，对，比如说其他的一些 Leslie 的地点，歌迷都很怀念。那 Leslie 走之后，我知道你还做了一些别的跟他有关系的音乐。因为他离开之后，03年就这么一个朋友，这么一个优秀的一个艺术家就离开了，我有一种无力感。
这无力感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直到17年吧，3年前，然后陈淑芬就邀请我，就给那个歌迷会写一首歌，然后呢，那首歌叫《Dear Leslie》，对吧？我就花了差不多1周时间，我就翻他所有的唱片啊、歌名啊、歌词啊、影视作品啊、电视啊，上网去搜然后我就把很多那些歌词、电影的名字，他的演过的角色的名字都放在那个歌里面。写完之后，我突然间就松一口气，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我终于可以为他做一点小事情。然后后来很多歌迷都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是古巨基演唱的，然后他第一次首唱这首歌，在一个纪念Leslie 的演唱会里面，就直接唱不下去了。我知道。对，就哭到不行。今天非常的开心，请到陈少奇老师跟我们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特别的地点。谢谢。讲到肺炎，我也是希望爱和健康伴随大家更多一点。希望把这个往后呢，所有人都健健康康的。对，我希望大家就是千万别充满那个歧视，对，因为这个问题，这个疫情是全球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所以每个人都一定要共同努力去度过难关。不歧视和充满爱，我相信也是 Leslie 在世的时候做的最多的一个态度，一个分享的精神很重要。我记得 Leslie 那个宣布要隐退的时候呢，其实他后来在演唱会都讲过，他希望在那个山上面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就是过一些比较岁月静好的日子。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生的艺术家，他不可以这样子，他一定要多留一些作品在世界上面。很多人当时问他那为什么他宣布了，后来也浮出了？我觉得不是因为市场，是因为我们都很想他，我们都觉得不可以没有他。非常开心，我们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聊天。再一次感谢陈少奇老师跟我们在这里分享，一起去回忆张国荣先生。好，谢谢。